我喝一大口啊！好嘞。哎，快，苏毅来了！哎，怎么喝那么多呀？哎呦，哎，别提了。张总那边几个品牌负责人，我们俩挨个喝了一轮，这已经是这2天第6顿了。哎，怎么还出血了？啊？哟，这是不是急性胃出血呀？快快快，这得上医院！哎，需要怎么回事啊？这是。慢点，慢点，小心头。哎。谢谢欢欢请我们吃饭，不客气。主要呢，是因为这段时间太麻烦你们了，所以一定要请吃顿饭的。这有什么麻不麻烦的？反正我老出差，你也烦不到我。不过我可警告你啊，孩子不能生在我们家。我不喜欢小孩，但我还是会祝福你，升级当妈不容易。欢欢，你妈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你再不回家，她就在北京接你。你打算怎么办啊？我想好了，我要离婚。我已经跟徐文松说了。我结婚的时候根本不明白什么是爱情，我以为结婚就是找个人保护我。可我想来想去，他也没有保护我呀。他只不过想找一个大学生太太，为他生儿育女，为他照顾家庭。孩子怎么办？只有孩子的事情我没想明白，以我对他们家的了解，他们肯定不会把孩子给我的。那赵昂那边呢？我不知道自己对赵昂是个什么样的感情，但是他是这么多年来唯一一个肯定我、鼓励我的人，我不想再变他了。我一定要找个时间把所有的事情都跟他说。林连欢同学，我支持你和徐文松离婚，原因是他不是一个好人，但不代表赵昂一定是个好人。你要清楚的知道，离婚是一件大事，你以后的人生会打上离异的烙印。你有没有做好准备，接受来自双方亲友、朋友以及舆论对你的讨论和定性？更重要的是，你是不是做好了为自己人生负责到底的准备？那我就像你一样，跑啊，到北京来，把过去的圈子抛弃掉。以前，你不是也过得挺好的吗？这是喝了多少啊？已经连续喝了1周了，每次都不少。他这是饮酒过度导致的急性胃出血，幸好出血量还不大，控制住了。这几天让他好好静养休息，吃些流食食物。谢谢医生，谢谢。我是谁啊？我是人间奇迹于家恩啊！我能过得好，那是个奇迹。林连欢同学，我和徐耀在一起8年，我们都没结婚。你知道别人在我背后怎么嘲笑我的吗？我知道，我猜的啊。没人要。张总，你是个有故事的女同学。为什么男人离了婚就能更好，我们女人就不行？这时代不是早就变了吗？只有自己经历过的才知道，看上去时代早已改变，但根深蒂固的观念从来没有改变。我20几岁的时候啊，也有过一个谈婚论嫁的男朋友。那个时候，我就想用婚姻来弥补我不幸的前半生。所以那年过春节呢，我就跟着他回老家了。过完年之后啊，我才意识到，婚姻并不能修复我的前半生。
反而会让我造成更加不幸的后半生。从那以后呢，我就不想结婚了。不幸的前半生。林江欢，这就是我跟你的区别。我坚定的不结婚，是因为我知道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。而你呢，一直待在舒适圈，社会的大门一直敞开着，你敢往里走吗？你醒了？怎么样？头还疼吗？还想吐吗？郝凌迟呢？他没事吧？他没事啊，不过他也喝多了，先让他回家休息了。你胃不好，喝点水吧。自己来。你们这一周啊，都在酒局饭局上。许耀，不用那么拼的。我们创业的初衷是想让每个人过上想要的生活。你每天往死里喝，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我知道你习惯独自承受压力，想要尽快确定和所有供货商的合同，减轻我们采购的压力。可是许耀，如果繁星的壮大是以消耗你的健康为前提的话，我宁愿不要。我们就做一个小而美的 APP， 也没有太大的压力，也不需要赚太多的钱，只要我们在一起做真心热爱的事情就够了。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跟你说的话吗？当然记得。你叫许耀？你怎么知道？刚才那边有一堆人在谈论你，说想知道你这次带什么项目来的。他们说你很聪明。他们应该在吐槽我，搞砸了好几次创业还不死心吧？许耀的耀是耀眼的耀，光宗耀祖的耀。不是一个字吗？是一个字，但是从出生开始，所赋予的期待是截然不同的。我妈走得早，我爸又是做泥瓦匠的，他怕教不好我，从小就把我放到教书的姑姑那里去。每年过年的时候，都是他觉得最开心的时候，因为我总是能考第一名。只有在那个时候，我才觉得我爸可以抬起头来做人。他总是在说，许耀这个名字起得好啊，将来会是光宗耀祖的人。所以你从小到大就习惯性给自己背上太多的包袱，就是无法看到别人的期望落空。所以我这一次一定不能失败。我不想辜负你和老索总的信任，也不想辜负和我们一起上这条船的同事们。行，你就大包大揽的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吧。你这种人注定命苦，吃力不讨好。如果有一天范鑫要是成功了，荣耀是你的；但假使有一天失败的话，责任是我的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Kitty， 你才比我大几岁，但好像生活里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把你当场子。你光鲜亮丽，无所畏惧，开着几十万的车，拎着几万块钱的包，
工作中的所有难题到了你这儿都可以轻松解决，生活中的那些小麻烦到了你这儿根本就难不倒你这么聪明的女孩。可为什么你还要说你的前半生不幸？那是随口一说，你别当真。渊，你喝多了啊，你把手给我撒开，撒开，撒开。嘿嘿，你别涮了。张欣姐，我以前觉得于佳恩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女人，但是她在你面前就是小虾米，你比她通透多了。你们俩今天是怎么了？夸我有钱挣啊？不是啊，你看你，收入高，自己想买的东西自己都能有能力去买，那下定决心只谈恋爱不结婚，在工作上你又是领导，哎，羡慕。羡慕啊！你好，看房子了解一下。谢谢。李年华，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没有任何情绪可以左右他，他永远都不会像我们一样，因为一点点小事就莫名其妙的烦躁。谁说我不会烦躁的？这个锦字就挺让我有压力的，我拼尽全力都够不着这个锦字，但我永远怀有希望。没错，要有希望，我也要像你一样，永远怀有希望。只能加油了。行了，行了，都好好的啊。好。我就跟你说，你别喝，你平时吃饭就不规律，还吃那抗焦虑。行了，别装了，我早就知道你知道我吃药的事情了，都小事。我不是担心你，我是怕咱们公司有一天上市了，让别人知道创始人的精神上有问题，那对公司不好。哎，那个张总回话了没有？他不会喝过酒说过的话都忘了吧？放心吧，我先去的公司，合同都已经寄出去了。咱们哥俩喝了这么多顿酒，总算是把这2家公司合同给拿下来了。等他们2家这衣服一上线，以后咱就不用自掏腰包买衣服囤货了。那行，我为出的这点点血也算没有白费。哎，干嘛？别动。无不无聊，幼不幼稚？哎，这个你就不懂了。苦肉计，他要来看我呢，说明心里头有我；要是不闻不问，就说明心里没你呗。哎，不对，也心里头有我，只是还没意识到。没意识到你那么不要脸。现在我们做一下这个季度的项目复盘。赵琪，从你先开始。好。我这边出问题的是净化器，因为一开始呢就没有达成一致，所以做出来的东西客户的满意度较低。他们仍然坚持一个高端的调性，认为我们供货商的水平有问题。不过我们已经和他们进行了积极的沟通校正，希望最后做出来的数据不错，能够说服他们。我这边可达家电的项目已经收尾了，上海建宇的人对我们的服务很满意。中间的问题是，由于客户对调性的反复，导致我们服务周期变长，成本消耗过大。但其中也涉及到了可达家电被收购的一些客观因素。好在最后的结果是顺利的。我的另一个项目呢是力天。等一下，张总，可达家电的执行方案用的是我在可达写的那个方案吗？是。这件事情怎么没人跟我提过？于经理，如果不是上海建宇的人看中了这个方案，你以为 Vinky 姐为什么会让你来光谱呢？上海建宇的人点名要用这个方案，所以只好让你加入我们了。要不然这个案子我们拿不下来。张总，是这样吗？是啊。
对不起，我先去趟洗手间。你怎么这么大反应呢？委屈。你还委屈啊？你把自己当谁呢？作家呀？一个方案，你还想要有版权保护意识？公司给你发工资，每一个客户都是你的客户，每一个方案都是你要出力的方案，不分什么林立的方案，你于家安的方案，我张青的方案，我们都是光谱这艘大船上的一员，只有这艘船开得更远，我们才能走得更远。可我是因为那个方案没找到的，害得跟我一个组的同事全部成为了裁员的牺牲品。过了这么久，告诉我，你们是用那个方案达到了标，最后我做错的那件事情，到了你们这里就成了你们做对的事情。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我不明白，我只在乎结果，只要结果是好的，在过程当中用了什么手段，我认为那并不重要啊。我觉得我像个傻子。算了，你别被没用的情绪主导了。这件事情，我忘了告诉你是我的不对，我跟你道歉。张总，是一定要收敛自己的脾气、个性、想法，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职场机器吗？你们就不能多一些尊重，多一些感情吗？哎，你今天啊，有空你去一趟医院，探望一下郝总。他怎么了？说是急性胃出血，喝酒喝的，你就买个果篮，代表公司去探望他啊。快，你俩帮我选选哪个好看。我不能再骗赵阳了，我要告诉他，我结婚了，怀孕了，老公出轨了，但是我离婚了。因为以后不管我们俩怎么样，即便是朋友，我也想坦诚一些。这个时候啊，是得盛装打扮一下。你可以去我衣橱里挑。李念欢，你确定要离婚吗？你跟你爸妈商量了吗？郝总，你没事吧？徐耀，怎么是你呀？你怎么来了？又没多大的病，你带什么水果？什么情况？
不是郝晨实住院了吗？张总让我来看看他，怎么是你呀？哦，你是来看郝总的是吧？郝晨实在我这里拍了一张照片，想试探一下张青关不关心他。后来公司有急事，他就先走了。你来都来了，坐会儿吧。你每次削苹果都卯着一股劲儿，一个苹果削完，皮必须是完整的，却搞得就跟别人在跟你比赛似的。有必要那么拼吗？把自己往死了喝？很久不喝了，这不为了甲方才喝的吗？都挂上总裁的名头了，还要亲自去卖命喝酒做业务吗？我现在就像是一个骑在狮子背上的人，别人看我总是觉得，哎呀，他好厉害呀，敢骑在狮子的背上，多勇敢。可是我呢，我每天思考的就是如何才能不被狮子吃掉。病倒了，甲方会负责吗？身体垮了，甲方会负责吗？不用担心，没事的。主要昨天空腹喝了太多酒了，我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就能出院了。我不是担心你，我也反甲方，我也处理不好和甲方的关系。昨天晚上10点多给我发消息让我改方案，他还说别耽误你休息了，早上9点钟给我就行。你说气不气人？很好笑吗？没有，我是在想，你看咱们俩那么强势的人，互相都不肯低头，都不肯认输，但是在甲方的面前，却不得不低三下四，委曲求全。你说，如果当初我们能把对方当作甲方，该多好。工作里面已经处低三下四了，还要把过一辈子的伴侣当成甲方，那活儿多累啊！那，你方案改好了吗？熬到5点钟才改好的，烦死了。你要注意休息啊，熬了夜又要胃疼。现在断了吧？奇怪啊，是吗？我怎么感觉你对我的敌意好像少了点儿呢？那我先回公司了，徐总好好养病，早日康复。谢谢啊，反正现在剧组服装的事情已经搞定了。啊，对了，苏总和郝总，他们说要一起请你们吃个饭。吃饭就不必了，提案的时候开个绿灯就行。开玩笑的，接电话吧。徐文松，哥，我来接欢欢回家了。你来北京了？对，你能把于家人家的地址发给我吗？欢欢不接我电话，我直接去于家人家里找他吧。你等我一下啊，我一会儿给你回过去。林建欢不想见他。那这也不是事儿啊，他们准备拖到什么时候？到底是要好好过还是要散，总得当面说清楚吧。就算是离婚，也得本人亲自去办理吧。
他这样一味的躲避，能躲到什么时候啊？躲一辈子啊？那你什么意思？你干嘛呀？我这个做哥哥的必须要跟徐文松说清楚。哎，你去帮我叫护士。徐文松来北京了。徐文松，你等一下。哥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好好管管于家呀，别让他掺和我跟李念欢的事儿。徐文松，李念欢虽然不懂事，但绝对不是不顾全大局的人。你到底做了什么好事，能让他那么生气？你等一下，你别这样贸然上去，你会吓着他的。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先上去和他沟通一下，他到底是怎么想的。还能怎么想啊？怀孕快4个月了，有家不回，家里4个老人天天急得睡不着觉。他这么做，就是对肚子里的孩子极其不负责任。你在这里嚷什么呢？啊？你有反省过你自己吗？在这得大嚷大叫。对不起哥，我实在是太着急见欢欢了，所以我顾不上控制自己情绪了。你们别拦着我，今天我肯定要把他带回去。欢欢，欢欢，你开门啊！我来接你回家。欢欢，开门！欢欢，你再不开门，我踹了啊！徐文松，你想干嘛？我问你想干嘛？走！你给我走！别拍了，结婚！别闹了，你给我走！你今天必须跟我回去！哎，他不会出来的，徐文松，徐文松，够了！你想怎么样啊？开门呢！徐文松，你别给我耍无赖，我告诉你，徐文松，你听见没有？别闹了，我闹干嘛？不要再招惹欢欢了，我告诉你，知道没有？李念欢，于佳呀，我来找我老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老婆现在住我家，你没经我允许进我家，那叫私闯民宅，你知道吗？欢欢多好呀，女孩，都是被你给带坏了。对，特别对。李念欢这么好的女孩你都不珍惜，你还好意思来找她？哥，你管管她行吗？她是你前未婚妻，你别让她再教唆欢欢了。徐阳，这马上也变成你前妹夫了，我劝你还是站在你妹妹那一边。于佳安，这是我们家的事，你这个外人在掺和什么？既然知道我是外人，那徐耀欠你钱的事就别拿出来做人情。我借钱还借出毛病了？当初借钱的时候，你们俩还没分手呢，这钱就是借给你们俩的。行了，别吵了，什么内人外人的？现在除了李念欢以外，没有人可以帮他做决定。我要跟他回去。欢欢，他是威胁你了，你不用害怕。你要是不想走，他就是刀架在我脖子上，我也不让他带你走。家，刚刚宝宝痛了，他痛了3下，就好像咚咚咚敲门一样，想让我给他开门。我不想孩子出生以后没有爸爸，没有家。我知道。
给我吧。你在这儿买的新衣服我都给你收拾好了。走了。徐文松，你等一下。哥，你还有事儿吗？林年欢，你是真心且自愿的跟他走吗？什么意思呀，哥？我没有问你。只要你现在说一句你不想走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把你带走。至于这个孩子，我来帮你养。什么情况啊？我试试吧，毕竟我是个妈妈。徐文松，我跟于佳恩之前的事情，我相信你也很清楚。如果你现在问我后不后悔当初没有跟他走在一起，我会告诉你我非常后悔。我后悔我当初没有竭尽全力。你们现在婚姻出现问题，既然两个人都想修复，那我希望你们可以做到竭尽全力，不要让这7年的婚姻成为你们日后的遗憾。哥，在北京，帮我好好照顾佳恩。你放心吧，这里有我。欢欢，我们还是陪你去机场吧，我想多陪你一会儿。欢欢，我买的是头等舱，待会儿你上了飞机就好好睡一觉，晚上我妈来咱们家给你炖鸡汤，还准备了燕窝，给你好好补一补。哦，对了，我爸说了，孩子从出生到上大学，所有的费用他全包了，让咱们俩不用因为孩子降低生活的品质。你跟着我干嘛？徐文松是不是外头有女人了？谁跟你说的？刚才就没忍住想揍他。你自己猜的。李念欢的脾气我非常清楚，如果不是触犯原则的问题，他不可能离家出走这么久。你的脾气我也了解，如果不是关乎于是非黑白的问题，你不可能这么对他。你就装不知道吧？修复一段破碎的婚姻本来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，尽量让他们安安静静、不受打扰的去解决吧。我是心疼的。我的车。去哪儿啊？回公司啊。你看啊，从机场回去大概要1个多小时，拼车的话呢，既经济也环保，不给首都人民添堵。你俩去同一个地儿啊？啊，是的，我们走吧。立泽SOHO，谢谢。徐总不是有豪车开着的吗？怎么也要跟我拼车了？那是郝晨实的车，专门买了辆好车。你让你们那个张总也提防着点，他是个奇葩。我看还是让郝总提防点我们张总吧，他才是真正没有感情的杀手。我赌最后你们张总苦。等着看吧，这次郝晨实可是遇到对手了。啊，那个徐文松啊，你知道的，他嘴碎。
我之前跟他们家借钱的时候，是拿我爸的老房子跟他们家抵押的，所以也不欠他们人情，你不要往心里去。说不往心里去是不可能的。我就奇怪你最近对我的态度好像变了。我不是原谅你，那是什么？以前我以为痛苦的就我自己，这才明白过来。你因为破产背负巨额债务痛苦，我因为婚前被甩痛苦。大家都痛苦过，抵消了吧。婚前失去挚爱这种痛苦呢，我也有。如果要比这个的话，我觉得按照痛苦量级来说，我的比你的大。所以你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原谅我吧。等我原谅你那天，我会告诉你的。来，老婆，喝点热水。这是什么呀？歌词，这是我写的歌词。曾经在跌倒的地方遇见你，一双手给我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哎，行，别唱了，多难听啊！难听吗？有人说我唱的好听。还五音不全吧？我告诉你，五音不全的人都听不出来。词呢？词也写的不好吗？我老婆去趟北京，怎么还学会写歌词了呢？哎，你这要算歌词，那我是不是能写书了？再见，有限的时光和无限的美丽，愿你我的泪水和笑容。这什么呀？太幼稚了吧这！哎，我没事，我的宝贝老婆，就算你什么都不做，有我养着你的啊。
我冲2杯咖啡，一起早餐吧。这李念欢走了，家里也变得冷清了，连口热乎的都吃不上。领导有这个需求，我也可以努力嘛。